我本来想写什么孟子义到此一游，我说这个也不能让人发现是我写的，我说我要嫁祸于你，我就写个波浪号写的叶鼎之。这场现在很喜欢吗？老喜欢了，爽死我了。别着我也就能遮住你的眼睛。对，再大点你都不行。小雨来上班了，给大家问个好。怎么突然一身雨哨就是从天而降？他就给我发微信说：“梦姐，你真的别这样叫。”我也给他回我说：“好的，雨少。”其实我就想找一个单纯的人，然后所有的事情就想找个老实人是吧？对。大家都说百花杀开拍前，梦姐当时写过一个小纸条，是不是？对，在一个小酒馆，是的。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对。后来好多人都去打卡过，听说导演都去过。对，因为那天其实是我们俩朋友聚会，然后他们就说那个地方可以写字。我本来想写什么孟子义到此一游，那是太像别人写的。对，然后我在想，那时候是我正好在看百花杀的本子。对。然后呢，我就写了一个待到秋来9月8我还开后百花杀。结果那个后我当时还写的尽，我写错了，因为我也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它还会被人看到。那天他正好有戏在播，他叫叶鼎之，我说这个也不能让人发现是我写的，我说我要嫁祸于你，我就写个波浪号写的叶鼎之。后来我们不就一起演了这个项目吗？很有意义的一个小纸条。所以当时其实也不知道就是要一起搭，是不是？那时不知道，知道是首诗，但不知道是剧本。那也算是一个姻缘的开启了。我都不知道这个小纸条现在还会被裱起来。今天穿的这套造型是一个什么身份阶段的戏呢？我这出场就这样虚弱着，然后把这个拉下来，把眼睛一蒙住，开始盲射，表达他的武功很高。这场现在很喜欢吗？老喜欢了，爽死我了，我都呲着牙射的。帅懵了感觉。帅没帅懵不知道，我也看不见，我的眼睛蒙住了。别着我也就能遮住你的眼睛。对，再大点你都不行。我这套衣服是去接父亲，我的父亲是在西北嘛，然后他进皇都，然后我去接他，就穿的这一件。你们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套造型？我比较喜欢，其实我出场的衣服也挺喜欢，因为我是西北来的，所以出场设计的是有一点点那种异域风情的感觉。还带个小吊牌，身份证啊，对。身份证是一个什么设计？我有这个小坠儿，他是怎么判定我是谁呢？就看到我坠上上面写着昭宁。他走丢了，忘记自己叫啥了。对，跟我整小昭宁。对，我比较喜欢盔甲，我没穿过盔甲。好热。热归热，但是帅，为了帅可以穿上盔甲。一下挺拔了。其实这两个角色感觉和你们本人都反差非常大嘛。那演起来觉得最爽的一个瞬间是什么时候呢？我比较爽的瞬间是第1集的戏份，给人家用一个香囊，那个香囊其实就是引兽香，可以吸引野兽过来。前面是悬崖，我就说这个悬崖并不高，你跳下去肯定不会死，他就自己跳下去了。因为我给了他引兽香，所以野兽就过来把它吃了。我蛮喜欢那场戏的，是不是感觉我挺厉害的？非常刺激的一场戏感觉。那宇少呢？我喜欢，怎么你也叫宇少？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称呼，是不是？我不能叫。我喜欢校花用的点，演绎的时候比较好玩的，我觉得就是装茶，还有装病。因为我本人是一个非常身强体壮的男的哈，有时候他确实发病了在咳嗽，有时候就是假咳嗽。而且这是第一次演这么茶的一个角色。对，他有时候确实很虚弱很茶，要完成自己的一个小心愿的时候，就会去西河那边撒泼打滚。我跟梦姐还有时候说，怎么又来了？这晚上不睡觉。后来甚至我们觉得他这些发太多了，然后导演都把他这些给过渡掉了，因为想也是希望剧情有一些区分。比如说这种绿茶的行为是什么时候呢？夏华庸对沈西河的绿茶主要体现在想走进沈西河的心，他对外面的一些势力的绿茶可能就是隐藏实力，包括找出幕后的真凶，还有说是父皇很宠我，独宠我一人，然后有时候会用这种方式去让父皇说，哎，好了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那这次拍摄中，你们觉得最默契的一场戏是什么时候呢？其实我觉得咱俩有时候可能走戏没有走的东西，演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干嘛，然后你也可能在预判我要干嘛。一说看我们俩就笑。看到路透，感觉你们两个真的每天好开心。那有刷到什么很有意思的路透吗？你那个就那个地点以为没有路透了。我们在棚里，我下班了，我就这样。这是什么动作？就是觉得好玩。它是表达一种愉悦，洒脱吧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有一个路透很好笑，有一个路透是我给他看路透。对，我也想说那个路透，我知道哪个路透，透中透。我就感觉那个路透我很可爱，然后我就给他说你看我这好可爱，然后人家就拍到了我在给他看那个路透。我看昨天好像也有很多粉丝来应援，就跟大家互动，感觉梦姐好像昨天是不是有点哽咽了？有点，因为昨天就是算是我来的人比较多的一次，有那种浓浓的杀青氛围，就感觉说这部戏就是又完成了。
那这部戏其实算是我拍的周期里面最长的一部戏，也是戏量最多的一次。对，因为这个其实加起来是124天，加唯独130天了。哦，得有定妆我还定了很多天。那所以现在真正告别这个角色的时候，什么感受呢？突然间有一种那种轻松的感觉，就觉得哦，我又完成了一个我很喜欢的角色，然后一部我很期待的作品，也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喜欢吧。这部戏期待我们百花杀大爆，透露一下他们的婚后生活是怎样的呢？挺开心的。你说刚结婚之后，还是都可以聊一聊。刚结婚之后，就是我们俩又有点摩擦，因为我们一开始的结婚可能是有些许的战略合作，向生意场上谈判的。但是肖华庸一直其实就是想走进沈西河的心，最终两人双向奔赴了以后，就非常爱对方，然后遇到再大的事情都会相信对方会游刃有余的解决的。那你们觉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双向奔赴了？其实我们中间达成过一次同盟，说咱俩合作结婚，然后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让我就是知道，哦，他其实不是我想象中那种单纯的人。其实我就想找一个单纯的人，然后所有的事情就想找个老实人是吧？对，他还跟我讲说他命短，我要是觉得他碍事儿，他可以早死。他当时就觉得我性价比超高，对，结果我发现哦，他也是个运筹帷幄、非常聪明，然后工于算计的人。我就觉得这不行，万一有一天反目成仇的话，那我也未必能算计得过他。我就开始拒绝。但是他呢，就是无视我的拒绝，然后呢，穷追猛打，让我知道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是真的很爱我。我也会觉得说，那是不是强强联手，可能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呢？我们俩就又开始商讨结婚这件事情，肯定也有一些利益的捆绑吧。但是我真正跟他结婚嫁给他的时候，我觉得是爱情更多一点的。肖华庸爱上沈西河的时候，他是被动的，所以说他就是有些没有安全感，他没有那么看懂沈西河。有时候这个爱情会让肖华庸这么一个会算计的人冲昏了头脑。哎，那我们回到刚刚那个称呼，就是宇少这个称呼是专属称呼吗？也不是，突然我有一天开开心心的上班了，我说那个小雨来上班了，给大家问个好。怎么突然一声宇少就从天而降，然后大家就开始叫宇少？但不是在这个戏叫的宇少，对不对？是这个戏，以前那我怎么那我怎么知道你叫宇少的？我听谁说的？名字叶啊，真的假的？应该是真的吗？对，我应该是听他说以后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小孩没事老拿手机上网。那我们后来就一直叫，他现在也就是麻木了。咱百花杀剧组关系比较好嘛，想叫啥叫啥。那外面倒是没怎么听说过这个名字。这个发出去之后，到时候就整个娱乐圈大家都开始叫宇少。我可不敢，我可不敢。我不是一直叫他宇少吗？他就给我发微信说：“梦姐，你真的别这样叫。”很认真的跟我说，他说他觉得这个不好。我也给他回我说：“好的，宇少。”所以宇少现在习惯了吗？他一开始就不让人叫，不叫还有点不舒服呢。昨天在杀青快乐那么感动的时刻，梦姐第一句还是叫了宇少。我怎么说的？你说宇少生日快乐啊？真的假的？我都不记得了。宇少叫梦姐就叫了梦姐是吗？我一直叫梦姐。我们俩上部戏的时候不知道你叫宇少，就叫你何宇是吧？不是不知道我那阵叫宇少，我那阵就不叫宇少。不叫你什么何宇啊、宇哥呀。这部戏我就是一直叫，后来就全都这么叫。有时候那讲戏的时候，导演也莫名其妙来，因为可能就是习惯了，很朗朗上口，感觉你很有品味。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昵称，然后就是代表了一种亲近啊。下一个反应力测试就是萨瓦迪卡游戏。萨瓦迪卡，两位玩家一起喊出萨瓦迪，同时各自用一只手随机指向左上、左下、右上、右下这4个方向中的任意一个。当两人同时指向同一个方向时，需要双手合十拍掌喊出卡，为及时反应的一方输掉此轮。本游戏采取3局2胜制。不小心指到一样的，对，一样的方向，下一个必须卡，不一样的话就一直萨瓦迪。咱们可以不那么快嘛，然后小动作一点，当然整头倒是整可以了。我们可以先试玩一下。萨瓦迪，萨瓦迪，不是他不说吗？还没到卡，你再玩。萨瓦迪，扫地，我们是一样方向，下一个就说你卡。来，1、2、3，萨瓦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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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卡，萨瓦迪，卡，萨瓦迪，卡了，萨瓦迪，萨瓦迪，萨瓦迪，卡，萨瓦迪，开始，萨瓦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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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卡，我的滴啊，卡。
特别有意思的是，我看路透说大婚那天，然后鹏鹏来剧组把你的巧克力包走了。是，就是他的主棚和我们的主棚在一起在一块儿，经常能看到他们，就万古就相踪。对。然后大家都说梦姐在大婚，然后巧克力被夺家了，鹏鹏给偷走。对，鹏鹏给偷走了。你这个把我太一震惊啊！我还会跟梦姐说呢，我说哎，旁边有人在那看剧呢，幸亏没看九阴真。我说你怎么拿一堆大菊花来了？当时向日葵，我都快笑死了，完全没给，不给我们巧少一点酬劳。Hello， 出戏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孟子义。出戏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何宇。那恭喜两位，今天凌晨杀青，最后一场戏拍的是什么呢？最后一个镜头就是我朝他扔那个绳结，然后说满意了吧？感觉还是挺俏皮的一个戏份，是不是？开心的戏份。那昨天我们一直就放烟花过年，就比较家长里短。那家长里短这种，是不是两人就是现场会有很多发挥？当时我们剧情的关系有点小摩擦。我们不是剧情，是我俩这两天有点小摩擦。展开说说。我又犯老毛病了，我又有点选照片跟人生气了。大约就是摩擦了一天，然后昨天在拍最后一场戏的时候，我们和好了。昨日磨合期，我说怎么氛围有点奇奇怪怪的。我们其实就是一部戏拍的都蛮开心的。看路透，感觉你们俩每天都是呲着笑，是不是？宇少他本身就是一个笑点非常低的人。之前有一部戏合作的时候是在冬天拍的，他永远就是这个面前都是一团雾气，因为他一直在笑。请两位互相介绍一下对方饰演的角色吧。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百花杀的女主沈西河。沈西河呢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的孤冷，其实内心是一个非常聪慧、睿智，并且很果断、格局非常的宽广的一个女强人。我觉得肖华庸她想给人的感觉，她好像非常的病弱，什么都不想参与，但她其实内心是一个波涛汹涌，然后很知道去筹谋。她是一个绿茶太子。之前的时候和宇少也合作过，其实他是个很 man 的人，一拍戏他就会很绿茶，这就是有反差的。那你们自己最喜欢自己的角色身上有什么特点呢？因为我觉得沈西河他是一个和我本人反差很大的人，很高冷，在他和你不熟的时候，他甚至废话都不想跟你多说的一个人。不像我，就是想跟人讲话可以一天一夜的讲。我觉得他最吸引我的是，本身他就有一个在整个皇都可能可以排得上第1名的技能，就是调香。再加上我觉得，就他是一个很有目标的人，从头到尾他的目标就是到达一个权力的顶峰。对。沈西河和校花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比较吸引我，就是他们俩都有一股赤子之心，爱国爱民，然后在一些大的决定上，可能两个人就心照不宣的，其实做出了同样的决定。那重生之梦姐成为沈西河，我们宇少成为肖华庸的话，你们最想做什么呢？赶紧去调香，看看我自己到底能调得多厉害。所以现在有学到一些技能吗？也学了，但是我学的其实也就是跟调香师学的很基础的。沈西河调的香有很多有那种性能的香。我就回到我6岁的时候，别吃那个有毒的烙樱桃，整得我天天光咳嗽，大夏天的父皇还要给我搭棉袄，我这么挺热的一个人，他老穿搭棉袄，我都热都不行了。朋友说，哎呀，这么冷的天，穿它。好厚重的爱啊！对，我还有那个古代的暖宝，就那个小炉，但是那小炉虽然没有，那小炉还蛮凉快的，因为它没点火，但是外面有层袄。如果沈西河和肖华庸穿越到现代的话，你们觉得他最适合从事什么职业呢？哎，我觉得他什么职业他只要想做都能做得蛮好的，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善于思考，然后呢又目的性很强，执行能力又很强的人。肖华庸应该适合当演员，小戏骨从6岁开始演，卧薪尝胆，忍辱负重，他一直演得很像，因为大家真的不知道他是一个绝世高手。那你们得知要二搭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什么呢？是梦姐给我发微信说百花杀，我说好，然后表情包表达开心。我当时候知道二搭是我们俩上了个热搜，孟子义何宇二搭，然后我就去问他们，我说咱们有找过何宇吗？他们说没有找过。我说那这个热搜是，我说要不问问何宇，就是看看能不能合得上。我们还说是不是何宇想来？然后想来了肯定想来了，他根本都不知道这个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是我跟他讲的。感谢梦姐，也感谢热搜。哇，真的很有缘分。分享一个在百花杀里面，你们觉得两人的名场面是哪一场戏呢？最后那个雪天，肖华庸死，但我听说这个是假死，是不是？当时的情境和我们的感受是真死。他也不知道他会活，我也不知道他会活。哎，那他是一个开放式的理解吗？还是最后不是回来了吗？说明对，他就不是开放，他就是活了。这次挑战有权势的太后是什么体验呢？挺开心的，就坐在那个龙椅上。对啊，那场戏怀里抱的是巧克力是吗？有抱过，但是不是每一场都抱，你肯定要是那种就是完全
全能避开所有镜头的时候抱他一下。那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抱巧克力出来？因为他们说拍不到我手上的这个。离开这个世界，越到后面，他对这个世界越来越不舍，然后他又想活下去。画一个简笔画，就是你们可以想画什么画什么，然后我们同时进行趣味问答、默契考验。何宇这次饰演的是一个绿茶的雷肉太子嘛？那你觉得说演这样的一个反差角色最挑战是什么呢？我觉得他是病骨藏风吧，也不能光用绿茶来代表他，他会跟不同的人表达不同的状态。还有就是这个人物前后也有很大的不一样。一开始的时候我理解的，他就想把事情解决，然后就这么洒脱的。I11，我喜欢 B1。那对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我一进化妆间，我都会来一句梦姐早。哦，一进来就打招呼了。那梦姐呢？你上这儿，你上那。天天随时语上。给对方的微信备注是什么呢？这就好了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小的时候，你们看不看那种气球套一个气球套球？那我们继续开始默契考验，给对方的微信备注是什么呢？就导演捧着是一束大的向日葵过来跟我们合照，他上来就说：“我说你怎么拿一堆大菊花来了？”他说向日葵，我都快笑死了。对方最爱吃的零食是什么呢？萌姐爱吃米线，何宇爱点日料，还有他那个在车上直接可以弄的那个牛排。在百花杀里面最出糗或者最好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昨晚上导演那个花哦，真的很好笑。就导演捧着是一束大的向日葵过来跟我们合照，他上来就说：“我说你怎么拿一堆大菊花来了？”他说向日葵，我都快笑死了。对方最爱吃的零食是什么呢？萌姐爱吃米线，何宇爱点日料，还有他那个在车上直接可以弄的那个牛排。东北啥玩意儿？就这样吧，放过他。他那个西北话太难说了，我都听不懂。何宇好像坐过梦姐开的车，是不是？啊，评价一下梦姐开车技术怎么样？我们巧克力现在可是狗界难顶。哎，我突然想到，那如果说就是娱乐圈的明星养的这种宠物去搞一个那个综艺的话，你觉得巧克力？为什么拉扶手啊？因为我头上的罐比较重，我怕撞到罐之类的，我得往下。为什么我开车会撞到你的罐？对啊，不相信我们梦姐的技术吗？不是，咱走的是那种小巧风吗？那有看过对方最有趣的物料是什么呢？梦姐搞笑的物料太多了，但她不是故意搞笑的，应该就是不小心搞笑了。有趣而不自知的那种啊。你觉得最有意思？在那个里头开的挺稳的。那时候好像看到何宇是不是还拉着那个扶手？为什么拉扶手啊？因为我头上的罐比较重，我怕撞到罐之类的，我得往下。为什么我开车会撞到你的罐？对啊，不相信我们梦姐的技术吗？不是，咱走的是那种小巧风吗？那有看过对方最有趣的物料是什么呢？梦姐搞笑的物料太多了，但她不是故意搞笑的，应该就是不小心搞笑了。有趣而不自知的那种啊。你觉得最有意思？下面一个环节是异口同声一个小游戏，默契挑战之异口同声。两位玩家手掌相对，根据主持人给出的关键词种类，同时喊3遍后做出相应的回答，答案一致则记1分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当时你们笑的那个反应和动作都是一模一样，同频。我当时去健身房，我的那些老哥们儿见到我就一直在笑，都说你平时都干嘛？就是很想了解我当时怎么反差这么大啊？那当时大家这样调侃你的时候，你什么反应？我说我也不知道，当时好像有点断片儿，光记得还挺认真的啊。下面一个环节是异口同声一个小游戏，默契挑战之异口同声。两位玩家手掌相对，根据主持人给出的关键词种类，同时喊3遍后做出相应的回答，答案一致则记1分。水果，水果，苹果，3个水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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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苹果。我刚说完苹果，都说了一遍了。数字，数字，数字，1、3。你怎么没有前摇呢？零食，零食，零食，辣条。运动，运动，运动，跑步，电视剧，电视剧，电视剧，百花杀。这个必须得答对。你这个把我这综艺震惊啊！你说的今天啊？今天不是8月9吗？歌手，歌手，歌手，孟子义。
动物，小狗巧克力啊，这差不多。这个算。天气，晴天，运动，跑步，电视剧，百花杀。这个必须得答对。我这声音真精啊！我上次在那儿健身房跑步呢，我还跟梦姐说呢，我说哎，旁边有人在那看剧呢，幸亏没看九阴真，怕有人问我当时怎么演的这个。都带了一个惊喜的小礼物，花什么花？芙蓉花，对。我的 emoji。积木是一步一步拼出来的，就是代表着我们孟子义一步一步积累，然后一路走花路。然后何宇这个，你知道这个什么代表吗？你的 emoji。我的身材。现在还